嗨，欢迎回来，我是栗子，终于从韩国三星总部回来啦。目前我们预计会分成几支影片，跟大家慢慢的分享这次韩国行看到的一切。从三星电子的研发大本营 Samsung Digital City， 接着潜入 Samsung Display 三星显示大本营，最后再杀到韩国 Samsung Store， 带大家逛逛韩国版的三星智慧馆。总之行程满满，细节也满满，就让我们娓娓道来吧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第二天潜入 Samsung Display 三星显示大本营那天所发生的故事。在这边，我们除了听听三星显示的简报之外，最有价值的还是跟三星显示的伙伴直接交流技术问题，并且也亲手摸到了以往只能在影片上看到的3折叠时机。重点是，三星的伙伴很大方没有把这些机密罩在透明盒子里面，而是直接摆出来。虽然内心很怕我们把样品弄坏，但还是很有诚意的让我们上手自由折叠。大家准备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喽。在聊聊3折叠之前，我们想先简单聊聊三星。应该很多人都知道，三星其实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帝国。以三星集团来说，旗下就有大家比较熟悉的三星电子、三星显示、三星电机、三星物产、三星重工、三星生命等等等等，近100家的子公司，而这些子公司还有自己的子公司，所以整个三星集团有非常多的资源可以整合在一起。那以手机产业来说，无论你买的是三星、小米、Sony、ROG， 甚至苹果，任何品牌只要想要做一台手机，那你一定离不开三星。包括记忆体、储存、萤幕、通讯专利、电池，都是三星的强项。好啦，扯远了。这边只是想聊聊，虽然三星很大，旗下也有很多技术公司，但实际上每个事业体几乎都是独立经营，同时跟内部合作，也会对外销售。像是大家熟悉打造手机产品的三星电子，与做萤幕的三星显示，实际上就是几乎独立的事业体。所以用一句话来说， Samsung Mobile 就是专心做它的行动装置、手机、平板、穿戴，而 Samsung Display 三星显示则是专注在显示技术的研发、生产及供应。这次走一趟韩国，就可以看到其实2间公司是真实的切开在2个完全不同的地方，各自拥有占地面积庞大的研发中心和厂房，不像是大家认为 Galaxy 手机部门的伙伴只要走1层楼就可以直接跟 Samsung Display 下定新的萤幕这么简单。或者说，其实2间公司彼此也没有这种明确的从属关系，就像是供应商对手机厂的感觉。只不过三星显示的确每年都会把好料留给自己手机部门的好兄弟，可以用在 Galaxy 手机上所以也才会有如果你想要买到当年最好的手机萤幕，那必须是三星手机的这种说法。至少过往三星 S、Note、旗舰系列都是用着当下最新的萤幕基材。所以说回来，这次很感谢在 Samsung Mobile 伙伴的安排下，有机会来到 Samsung Display 的研发基地参访而且直接就是折叠基地，要不然真的是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踏进这个地方。一进到 Samsung Display 的会议室，映入眼帘的就是摆在桌上的这2台3折叠样品机一台叫做 Flex S， 另一台则是 Flex G，2台都是3折叠技术的机器。先说到 Flex S， 这台机器是折叠之后，外面还有1个萤幕，也就是俗称的外折叠手机。在折起来之后，一样有一面的折叠萤幕在最外层，你就可以当成一般手机使用。那在我们上手之后，我们觉得想要做到外萤幕的3折叠，最主要有2个技术难点。第一，3折相较2折，大家在施力的时候几乎是一定会压在折叠萤幕的本体上面，所以耐用性考验更高。第二，一个内折，一个外折，最大的问题就是内折这边的萤幕还好，就是一般铰链嘛，但外折这边它肯定需要有弹力装置和固定的设计，它才能维持住硕大的萤幕本体，才不会在使用的过程中就突然软掉。并且以目前的样品设计来说，它的 hinge 还是比较初期的阶段。我觉得 Flex S 这台的铰链应该是设计上最大的技术难点，因为同时需要展开时的弹力、悬停时的支撑以及展开后的固定，要同时做到真的不容易反正这个头痛的问题就不是 Samsung Display 的范畴了，让 Samsung Mobile 的伙伴头痛就好。而另一种方案就是 Flex G， 基本上它就是2个往内折的萤幕方案。
以技术点来说，左侧先折，那就是左边的铰链弧度更小嘛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左侧的 hinge 就细细一条，而右边的 hinge 因为左侧已经折进去了，它的厚度更高，弧度要更大，所以 hinge 也就跟着加大。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？那就是大家很爱说的折痕。左边这个弧度小的折痕就很明显，而右边因为转轴的弧度变大了，在肉眼和触感上就几乎没有了。但同时，它也从比较深细细的一条变成比较浅的2条。反正只要是折叠，就不会没有折痕。那些说没有折痕的品牌，也就是比较浅而已，大家可以这样理解。但三星今年新的折叠，据传也会用上新的铰链设计，概念也一样，就是在小的转轴体积当中做到大弧度的收纳方式，让深深的一条折痕尽可能变成浅浅的2条。基本上各家目前的做法就是这样。但 Flex G 这台的完成度明显就更高了，铰链已经非常滑顺，也可以悬停，并且我们觉得如果到量产阶段 ，Flex G 的正面应该也是可以像 Galaxy Fold 一样，在正面放上一片正常的显示萤幕。那这个方案我个人认为耐用性会是比 Flex S 好上许多的，并且值得一提的是，大家应该有发现，在工程阶段整个机身的厚度其实没有到非常可怕，加上3折叠可以运用的内部空间更多。我觉得到量产阶段，说不定折叠平板的厚度会出乎大家意料的轻薄哦。但无可避免的，电池容量也是折叠平板会受到的一大考验。好了，最后的时间就让大家再欣赏一下折叠萤幕和铰链的细节吧。不过这边还是必须说，基本上就跟前面提到的一样 ，Samsung Display 和 Samsung Mobile 2家就是独立的公司。现在我们看到的 Flex S、Flex G 就像是 Samsung Display 给各大品牌评估可能性的样品，与最终的成品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。画面中我们手上拿的 Flex 样品也是无法正常触控，萤幕也是 Full HD 左右的解析度。如果量产，三星放到手机上、平板上，应该至少会定制个 2K 120Hz 这种主流的规格就是了。大家其实可以去翻前几年 CES 三星展示的折叠技术，与最后的 Fold 也是完全不同，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。接着我们来聊聊更多有趣的问题，毕竟难得有机会可以跟三星显示的伙伴面对面谈。相信有在看我们频道的观众都知道，三星造的萤幕基本上可以说是市场上最好的萤幕选择，甚至在几个领域都是没有之一。能够同时在跨足 Mini LED、OLED、Micro LED 3大次世代显示技术的公司，而且端出的产品还要是顶级表现，并且也不能卖太贵，还要有能力把高贵科技快速降价、消费化的显示技术公司，那说到底也就只有三星一家了。好，三星显示很强我知道，但有没有量化的数据可以告诉我们呢？所以我们先仔细来聊聊 Samsung Display 究竟是怎么样的一间公司。首先是规模，目前包括台北在内 ，Samsung Display 在全球总共有10个生产和研发据点，同时也是韩国政府指定的扶持产业，显示技术也被列为韩国的国家核心科技。这边就要提到了，大家应该有看到新闻，三星其实前2年就已经陆续甚至全面退出了 LCD 面板的产线，所以包括 LCD、Mini LED 用的面板，三星都不再自己生产。那其实很 make sense。LCD 真的越来越不赚钱，加上转换到 Mini LED 时代，更重要的反而是控光算法以及背后的 Mini LED 灯珠阵列。面板本身的技术对三星来说难度不高，突破性小，赚头也少啊，所以也就是时势所趋吧。所以你可以看到 ，Samsung Display 这几年主推的就是手机尺寸的 AMOLED， 以及推出后就横扫电脑萤幕、电视市场的 QD OLED。甚至今年三星电视部门推出了这款新的 QD OLED 电视，在一推出之后，凭借着合理的售价以及真的很不错的显示表现，已经在各大外媒的 Best TV of 2023疯狂刷榜。所以说回来，三星在 OLED 市场的表现究竟如何？根据三星显示伙伴所提出的官方数据，三星每年出货500 million， 也就是5亿片的 OLED 萤幕，大约有25 billion， 也就是250亿美元的营收，并且拥有70%的 OLED market share， 这个市占真的是不得了啊！而且大家别忘了，三星的 OLED 在市场终端几乎是供应中阶到顶级价位带的萤幕选择，所以吃到的产品单价也并不低。说三星是 OLED 的霸主，完全也不为过。尤其接下来 Samsung 的 QD OLED 即将大量供应，在手机以外的显示器、萤幕、电视市场应该也会再掀起一阵巨浪。
那三星也在简报当中重新强调了 OLED 的优势，包括了 Halo Free 没有 Mini LED 技术有的光晕。True Black OLED 几乎可以关闭像素的特性，达到近乎无限对比，以及 Wide Sightable， 也就是从任何视角观看 OLED， 像那些 LCD 不会有明显的色偏，并且三星也在现场展示了 OLED 低蓝光的表现。不过，想要了解更多的技术细节，我们前几周就已经有推出详细的 OLED 低蓝光技术解析影片，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参考买 OLED 送萤幕笔电2023这期节目，不要错过了。不过我们回来就一直在想，我们觉得这场会议最可惜的就是忘了问到三星什么时候才要推高频 PWM 的消费性产品。但我们这边还是有问到2个很有趣的问题。大家应该都很期待 Rollable 吧，也就是卷轴类型的产品，可以从小体积自动伸缩成大面积的萤幕。三星显示的伙伴告诉我们，实际上 Samsung Rollable 的技术已经到了成熟，接近可以量产的阶段。而接下来就是看解决方案整合商，像是 Samsung Mobile 或是其他手机品牌，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来共同研发，进入量产的阶段。那我们也追问了一题，三星显示觉得大约多久我们有机会看到 Rollable 的产品呢？三星的同事预估应该是未来2-3年就可以看到了。第2个问题，最近折叠技术在市场上很夯，三星显示目前在这个市场上的表现如何？目前市场上的主流产品包括小米、vivo、OPPO， 当然还有三星自家的折叠产品，几乎都是采用 Samsung Display 的解决方案，并且预期这几间品牌的下一代折叠产品依旧会是由 Samsung Display 独家供应。那 Market Share 呢？根据 Samsung Display 伙伴提供的数字，他们在 Foldable OLED 当中的市占达到 80%。不过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更高啦，毕竟目前其他折叠机型的销售量与 Galaxy Z 系列还是有非常大的落差。最后，这边还可以再分享2个有趣的资讯。一个是 Samsung Display 其实有 YouTube 频道，里面时常有最新显示科技的介绍影片。而且 Samsung 的伙伴告诉我们，很多看起来像是概念性的产品，他们其实是真的用真机进行拍摄的，挺有趣的。第2个则是 Samsung Display 有一个叫做 OLED Era 的网站，里面有关于 OLED 相关技术的介绍，但这不是重点。他们这个网站里面有一个叫做 OLED Finder 的功能，在这里你可以选择你使用的产品品牌、产品系列、型号，接着系统就会直接告诉你使用的产品是不是有 Samsung Display 供应的萤幕。我觉得这个网站真的挺好的，你就不用再到处问、到处猜这个萤幕到底是谁供应的。毕竟我知道有些观众对像素排列很敏感，抱持着不是三星钻牌，我可是不用的哦。那这个 OLED Finder 的功能就非常适合你。不过目前也不是所有机型都可以在上面看到，就有特定几个品牌的手机系列是可以直接在网站上去搜寻到的。反正大家可以上去搜寻，然后来回报自己的机型是不是 Samsung OLED 吧。我把链接放在下方资讯栏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。虽然这次参访 Samsung Display 的时间并不算非常长，但是从供应商的角度去看产业，感受真的很不一样。你可以看到 Samsung Display 在供应解决方案这块是真的挺有一套的。你会发现，三星从来不会只挑一个解决方案，然后让系统厂挑，而是提出一整套的解决方案，就像是把打造手机你会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提出解法，降低门槛，让整套的 solution 都可以在众多选择中脱颖而出，打造出更有连贯性的供应角色，想必也是他们市占率高的原因之一吧。此外，我们还发现了一件小事，就是这趟到三星总部真的是讲几句话，最后都离不开环保。无论是 Samsung Mobile、Samsung Display， 真的是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环保意识。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在打造的产品会是几千万台、几亿片的程度，就算只是在环保一点，也是可观的数字。就算是小小的料件，他们也会不断强调我们用了什么更环保的制程，省下了多少能源，少了多少塑胶材料等等等。我真的非常喜欢这种不是单纯减掉某个终端产品的环保，而是把环保融入到所有零件当中。而在环保的同时提供完整功能，并且采用的是耐用性受得了考验的材料，这种想法真的是给一个 respect。好啦，节目真的到这里要结束了，因为时长的关系，还有很多太细的东西没有办法一次讲完。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，也可以继续聊聊。对了，我们也有专属的三星讨论社团，现在就差你一个，赶快加入吧！下一集大家想要先去逛三星研发大本营 Samsung Digital City， 还是逛逛三星当地的 Samsung Store 呢？最后，节目制作不易，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，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，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。我是驴子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。
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、Instagram 以及 Line@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。